大娘子，这是您夫君的平妻在小店消费了10万两，说由您来结。平妻？没进过主母茶算什么平妻？10万两窟窿，想让我当冤大头？大娘子出身名门，难道要赖账不成？青雀，把这铺子的门给我锁死！既然敢拿个贱妾的名头来敲诈当家主母，今日这宝阁的招牌，我就替你砸了。大娘子得了失心疯吧？我们珍宝阁背后可有大靠山，你掏不出银子就耍赖，不怕丢尽永安侯府的脸？不过是10万两银子的账，侯府又不是拿不出。大娘子，您何必闹得这般难看？就是，沈侯爷最近偏宠新人，大娘子何必拿掌柜撒气，到头落个杜父名声？诸位若是觉得10万两是小钱，不如替我垫了；若是舍不得，就给我闭嘴，好好看戏。大娘子，我劝你乖乖结账。白小娘子可怀着嫡子，侯爷吩咐凡是他看上的一律记账。你敢动我，主母位子怕是不保。嫡长子，我这个正妻还没死呢，一个没名没分的贱妾也配生嫡长子？就算他生下来，那也是个上不得台面的庶出。你个做生意的奴才，也敢插手侯府内宅？少摆主母架子！白小娘子就在天字号房，侯爷马上来接她。你今日不给钱，咱们顺天府见，让全京城看看永安侯夫人是怎么苛待怀有身孕的平妻的。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青雀，奴婢在。掌嘴。是。你敢打我？打你怎么了？一个商贾贱籍也敢指着当家主母的鼻子狂吠？我今日不仅要打你，还要教教你什么是规矩。青雀，继续打，打到他吐出那10万两的真话为止。你这个毒妇白小娘子，救命啊！掌柜的，可是姐姐不愿替我结账。若是姐姐真的这般小气，若莲不买就是了，何必为难下人呢？哼，正主终于坐不住了，开门。姐姐，千错万错，都是若莲的错，不该怀了身孕还贪恋俗物。姐姐若是心疼银子，若莲退了便是；若是伤了侯爷颜面，若莲万死难辞其咎。陆大娘子，人家白小娘子怀的可是侯府的骨肉，买几件首饰怎么了？你作为主母，为了点银子打残掌柜，真是有辱斯文。夫人莫要怪姐姐，姐姐出身高贵，自然看不上我这种小门小户的女子。侯爷怜惜我，特意将贴身玉佩赠予我，说玉佩在手，侯府账房随我支取。明珠，往后余生，我定不负你。那确实是沈赫的贴身玉佩，拿我的嫁妆养外室，还要抬她做平妻。沈赫，当年是我瞎了眼。白小娘子，您可要为我做主！这毒妇不仅赖账，还纵容恶奴行凶，您快请侯爷休了他！姐姐可想好了，等夫君一来，你善妒的事儿可瞒不住了。不如把10万两结了，给掌柜赔个罪。今日的事儿我替你瞒下。真当自己是侯府女主人了？道歉，结账，凤凰泣血3万两，东珠2万两。你一个没进门的外室，也配把5万两穿在身上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是夫君明媒正娶的平妻，这都是他赏我的。赏你的？你敢打我？我肚子可怀着侯爷的骨肉。打的就是你这个不知廉耻的贱婢！大雍朝律法，宠妾灭妻者杖60，妄称平妻者流放3000里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也敢在我面前一口一个夫君？把他身上那些余质的东西全给我扒下来，我倒要看看今日谁敢替他出头。你敢！滚开！别碰我！姐姐，你这是要逼死我！陆大娘子，你简直是疯了！竟敢当众折辱孕妇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伯夫人若是心疼，不如接回你威远伯府供着。
只要伯爷不嫌，我绝不拦着。住手！我看谁敢动若莲！夫君，救命啊！姐姐她要杀了我，还要打掉我们的孩子。别怕，夫君来了，谁也别想欺负你。夫君，姐姐说我是个下贱的外室，不配戴这些首饰，她还打我，我肚子好痛啊！毒妇，竟敢对若寒下毒手！她肚里是我沈家的种，你自己生不出儿子，还要绝我的后吗？家门不幸，我当初真是瞎了眼，竟让你这种人进门，打伤了若莲和掌柜，你是想毁了侯府的名声吗？母亲，侯爷，心疼这贱婢之前，不如先看看这10万两的账单。买几件破石头花了10万两，侯府1年进项才5000两，10万两的窟窿，侯爷准备拿什么填？不就10万两？若莲怀着身孕，买几件首饰怎么了？你掌管中狱拿不出钱，我要你何用？哼，就是，你那嫁妆铺子月月进项不断，拿10万两给若莲压江应该的，赶紧把钱付了，再赔个不是，这事儿就翻篇了。拿我的嫁妆养你的野种，沈赫，你要不要脸？放肆！出嫁从夫，你的嫁妆就是侯府的，赫儿是侯府的天，轮得到你指手画脚？我最后说一遍，掏对牌，把10万两结了。再废话半句，我今日就以7出之条休了你。天哪，7出之条，被夫家休的杜甫这辈子都抬不起头啊！陆大娘子，认个错吧，女人终究要仰仗夫君，为了10万两被休回娘家，往后可怎么见人？夫君，别怪姐姐了，既然姐姐舍不得，若莲不买了，大不了若莲不进侯府门，找个破庙把孩子生下来。闭嘴！听到了吗？若莲这么懂事，你却这般恶毒，把对炮交出来！大娘子，侯爷都发话了，别硬撑了，掏钱吧，免得受皮肉苦。按住他，给我搜！今日这10万两，他出也得出，不出也得出。不准碰我家娘子！滚！贱婢也配插嘴？草这样不就结了？非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可是，这珍宝阁的东家是我啊！大娘子，您在开什么玩笑？你又在发什么疯？珍宝阁背后的东家，连黄昭都得给几分薄面。哼，我看他是真的失心疯了。你一个后宅妇人，也敢冒充珍宝阁的东家，想赖账也找个好点的借口。还不赶紧把对牌抢过来，别让他这儿丢人现眼！装神弄鬼！睁开你们的眼，看清楚！什么？3年之前，我就用出嫁时陪嫁的庄子，暗中买下了这间铺子。为了避嫌，我派了些人自行打理。赵有才，这3年，大掌柜每月从东家账上拨你500两月钱，就是让你这么报答我的。做假账敲诈东家，按大渊律法，可是要打断双腿流放的。连真正东家是谁都没摸清，就敢联合一个外室做假账，敲诈到正祖头上。这不可能！你哪来这么多银子买下珍宝阁？我娘家可是江南首富，出嫁时的10里红妆，你以为是摆设？倒是你，堂堂永安侯，连自己夫人的产业都认不抢钱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。掌柜的，你不是说这铺子是你远房表叔的吗？东家饶命！东家饶命啊！都是他，都是这个贱女人逼我的。她找到我说，只要配合她做一张10万两的假账，等王府把钱付了，就分我3万两。你胡说！那些首饰根本没卖出去，全被他偷偷拿去当铺死当了。东家，我是一时猪油蒙了心，被这狐狸精给骗了呀！若莲，她
说的是真的。夫君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我是真心爱慕夫君的，怎么会做出这种事？夫君，青雀，奴婢在，给我搜，把他身上所有能藏东西的地方全都给我搜一遍。我看他今天能变出什么花样来！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肚子里有侯爷的骨肉！睁大你的眼睛看看。这是城西汇通当铺的死当票据，上面当掉的正是账单上那套凤凰泣血头面，还有那尊白玉观音。他前脚从我铺子里把东西拿走，后脚就拿去当铺换了现银，揣进自己腰包，然后拿着10万两的假账单来找你这个冤大头报销。沈赫，你被人当猪宰了，还在这里心疼他怀了你的种。你这个骗子，你竟然敢骗我们侯府的钱！夫君，我错了，我只是一时糊涂，我太害怕了，我怕姐姐容不下我，我只想给自己攒点傍身的银子，看在孩子的份上，你饶了我这次吧。孩子，去百草堂请张大夫过来。是。今日既然要查，就查个水落石出。侯爷，这位姑娘脉象平稳，并无滑脉之象，她根本没有怀孕。不仅如此，说，这位姑娘气血两亏，脉象滞涩，若老朽没看错，她体内淤积了极重的阴寒之毒，想来是常年服用含有大量麝香与红花等极寒之物的青楼秘药，早就绝了子嗣的可能了。没有怀孕，还是个不能生养的绝户。贱人，你竟敢骗我！来人，把这个贱人给我拖出去！慢着，打死他，那太便宜他了。况且，你们侯府的账还没算完呢。这是什么？沈赫，你不会以为你们侯府这些年能在外面摆阔，靠的是你那点可怜的俸劳吧？这是3年里你们永安侯府在珍宝阁所有的挂账记录，大到母亲60大寿时送给各府的头面回礼，小到你给那些狐朋狗友打赏的玉扳指，每一笔清清楚楚，全都记在这上面。30万5千两，你一个铜板都没付过。天哪，30万两，永安侯府竟然穷成这样了！一直花媳妇儿的嫁妆，还在外面养外室，还要媳妇儿掏钱，这哪是娶妻啊？这分明是娶了个财神爷回去吸血啊！你胡说八道！我是你夫君，你的嫁妆就是我的，我花自己的钱挂什么账？你今日当着外人的面如此折辱我，你眼里还有没有福刚？你敢打我？打你怎么了？我还要骂你是个不要脸的软骨头！吃我的，穿我的，用我的，端起碗吃饭，放下碗骂娘。你拿着我的钱去养一个青楼出来的绝户贱婢，
还敢跟我提夫纲？沈赫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反了，反了！你这个毒妇，竟敢殴打夫君！我要去衙门告你忤逆不孝！去啊！你现在就去告，顺便让衙门的各位大人都看看，堂堂永安侯府是怎么贪墨儿媳嫁妆，看看大渊律法是判我忤逆，还是判你们侯府抄家流放。这事儿真闹大了，侯府不仅名声扫地，还要面临巨额赔偿，甚至爵位不保。儿媳妇啊，千错万错都是赫儿的错，我们侯府待你不薄啊，你就算不念夫妻之情，也要念在这些年我把你当亲生女儿看待的份上。这账单咱们回家关起门来慢慢算，别让外人看了笑话。晚了，从你们为了这个贱婢要把我休回娘家的那一刻起，我们之间就恩断义绝了。青雀，奴婢在。拿着我的名片去京兆尹衙门报案，就说有人诈借钱财，数额巨大，请京兆尹大人亲自带人来拿贼。是。顺便准备笔墨纸砚，我今日要当众写下和离书。和离？永安侯府早就只剩下一个空壳子了，这些年全靠她的嫁妆撑着体面。她若走了，带走所有嫁妆，侯府连下个月的米面钱都拿不出来，更别提珍宝阁那30万两欠款。不行，我不同意！陆明珠，你生是我沈家的人，死是我沈家的鬼，没有我的休书，你休想离开侯府半步！沈赫，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？我不是在跟你商量，我是在通知你，你宠妾灭妻，纵容外使敲诈正妻，这些罪名加起来足够京兆尹判你强制和离。你若是不签，我就带着这些账本和证据去敲登文书告御状，到时候你丢的可就不只是夫人了，还有你头顶上的乌纱帽和这侯爷的爵位。赫儿，老夫人晕过去了。和离书。夫人，你不能写，你写了侯府就完了。这些年是我糊涂，是我瞎了眼，你打我骂我都行，就是别签这和离书。签与不签与你无关。你走了侯府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与我何干？够了，陆明珠，你若敢签这和离书，我今日就请三叔公带着宗族庆老来。侯府的休妻还是和离，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。宗族舅老，正好，我倒要问问三叔公，沈氏宗族包庇宠妾灭妻贪墨儿媳嫁妆，按大渊律法该当何罪？你婆母若是忘了，我可以当众背一遍。大渊律第3卷第7款，凡宗族包庇贪墨，主事者连坐，杖40，流500里。夫人，别叫了，这和离书你签也得签，不签也得签。宗族都压不住他，侯府今天算是彻底完了。你没听他刚才背的律法条款，一字不差。这女人早就把大渊律吃透了。
你们这些见风使舵的东西，侯府还没倒呢！老夫人这话说的，我们不过是来喝茶的客人，侯府的家事我们可没插过嘴。让我出去！我不是侯府的人！你跟赵有才联手的做的10万两假账，赵有才已经全招了。你不是侯府的人，你是官府的犯人。陆明珠，你真要做的这么绝？你拿我的嫁妆养外室的时候，绝不绝？你纵容他拿假账单欺瞒我的时候，绝不绝？你和你母亲带着婆子搜我的身，抢我的对牌，要以7出之条休我的时候，决绝？签吧，只差你的名字了。陆大娘子行事果决，真乃女中豪杰。改日若有空，一定要来我们伯府喝茶。是啊，大娘子日后在商场上有什么需要，我们国公府也愿意帮衬。听说大娘子名下不止珍宝阁一处产业，往后京城商界还要仰仗大娘子提携。本官接到报案，说此处有人诈骗钱财，数额巨大。陆大娘子，犯人在何处？犯人都在这里了。本官接到报案，说此处有人诈骗钱财，数额巨大。陆大娘子，犯人在何处？大人，证据都在这里了。珍宝阁前掌柜赵有才勾结青楼女子白若莲，伪造10万两账单，企图敲诈勒索。白若莲还冒充良家女子，欺瞒永安侯，骗取侯府财物，请大人明断。来人，把这2个刁民给本官拿下，套上枷锁，押回衙门大牢。别碰我！侯爷，夫君，救我！滚开！你这女人，险些害死本侯！大人，本侯也是受害者，此妇与掌柜合谋，本侯毫不知情。侯爷，此事因你而起，你也得跟本官回衙门走一趟。沈赫，你说过会娶我的，你说过你会休了他的。陆大娘子，后续审理若有需配合之处，还望拨众前来。大人秉公执法，民妇自当配合。夫人，你帮我说句话，我们夫妻一场。备车，回侯府清点嫁妆。陆大娘子行事果决，真是女中豪杰。改日若是有空，可要来我们伯府喝茶。一定。大娘子，不好了，老夫人晕厥不醒，您快回来看看吧。晕厥？他今日在珍宝阁可是中气十足，说要请三叔公带着宗族严老来压我呢，那就让他请，我在侯府正庭等着。娘子，这官印未盖，沈赫也还没在上面签字，要是他进了衙门咬死不松口，不肯签字怎么办？不签，那你便派人去京兆尹衙门盯着，等沈赫录完口供，让他当着京兆尹的面签。若他借口拖延呢？那你就告诉他，侯府欠我珍宝窝的30万5千两欠款，我随时可以去顺天府正式追求。这婚他签与不签都得离，而欠我的银子，他一个中霸也别想跑。是，娘子。
沈赫，你以为去衙门吃顿官司就完了？回府准备搬嫁妆。大娘子回来了。青雀，带上嫁妆单子，开库房，一箱一箱对，少一个铜板，拿侯府等值之物相抵。是。大娘子，库房钥匙在老夫人手里，老夫人还在路上。那就等她来了，当面交钥匙。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陆氏，夫妻拌嘴是常有的事，你如此大动干戈搬空夫家，怕是太过了。三叔公来的正好，青雀在，去请宗族各位族老一并来正堂。今日既然三叔公来了，索性请全族做个见证，省得日后有人说我们清算的不清楚。是，奴婢这就派人去。你请全族的人来做什么？家里的事关起门来说。方才在珍宝阁，婆母说要请宗族做主，如今三叔公来了，婆母又说关起门来说，到底要不要宗族评理？也好，等全族到齐，老夫倒要看看陆氏你能说出什么门道来。既然各位族老到齐了，那就开始吧。陆氏，今日带护院砸门搬空库房，这成何体统？就是啊，哪家媳妇儿能干出这种事儿来？三叔公说侯府待我不薄，那我请问，这5年来侯府的吃穿用度，母亲60大寿给各府的回礼，侯爷打赏狐朋狗友的玉扳指，花的是侯府的俸禄，还是我陆明珠的嫁妆？这是3年间侯府在珍宝阁的挂账，30万5千两，侯府一个铜板都没付过。这是我的嫁妆单子，120台，出嫁时在顺天府备案，三叔公要一一核对吗？就算侯府花了你的嫁妆，出嫁从夫，你的嫁妆就是沈家的。出嫁从夫，你们的好侯爷拿我的嫁妆养青楼女子，许诺人家平妻之位，那女子联合掌柜做假账敲诈我10万两，沈赫带着婆母闯进雅间抢我对牌，要以7出之条休我。笔墨拿来。三叔，您不能写，你写了侯府就真完了。侯府的脸早就让沈赫丢光了，30万两，10年免息，全族子弟多少人在等着银子救急，还嫌不够丢人？拿去顺天府存档，誊抄20份，贴满京城4大城门和各大茶楼门口的告示栏。你这是？沈赫为了个青楼女子要休妻夺财的时候，你们谁站出来说过一个不字？现在倒想起脸来了。陆氏，这5年来是沈家对不住你。青雀，开库房对单子，我的120台嫁妆一箱一箱抬，少一个铜板，搬等值之物冲抵。是。那箱是我的提里，你仔细看，那箱角刻着侯府的标记。这是我陆家的标记，婆母忘了，5年前你亲口说过，这标记迟早要换成沈家的，可惜它还是陆家的。老夫人又晕过去了。娘子，120排嫁妆全部清点完毕，少了一对白玉瓶，已从侯府库房取了等值金器抵上。那对白玉瓶是沈老夫人去年拿去送威远伯夫人的寿礼，不用追了，侯府欠的债比这对瓶子值钱的多。走吧。陆大娘子，京兆尹衙门急报，
沈侯爷在衙门画押认罪，判决沈赫尔侯府罚银5000两，和离书也一并签了，盖了官印，即刻生效。娘子，后面有人跟着，是侯府那个贴身嬷嬷，一路小跑追着咱们的车，要停下吗？不必，让他跑。长策，一切。东家，珍宝阁查账的情况与后续安排已妥。重新开业，让利2成，要把场子重新热起来。青雀，把这丫鬟连同这3年她领的月钱单子一起退还给三叔公。三叔公安插在我身边的眼线用了3年，也该物归原主了，就当是敲山震虎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办。那只箱子是侯府抬回来的。是，东家，您嫁妆里的提礼箱刚从库房清点出来，还没拆封。5年前，沈赫递上这枚玉佩，说是亡父遗物，我曾满心欢喜，如今看来真是讽刺。这是什么？沉寂银号，走账8000两。7月15，沈赫来陆家提亲的前3天，苏州陈宅，他在提亲前3天，在苏州一个姓陈的人家里写下了陆家120台。他还没见到我，就已经在算我的嫁妆。好一个亡父遗物！沈赫的亡父连江南都没去过，怎么会有江南地下钱庄的飞票残底？东家，这里面藏着的是侯府当年见不得光的暗账。他当年去苏州根本不是躲债那么简单。这就是那个把侯府搬空的陆大娘子。听说她反手掏出地契，铺子全是她的。那侯爷被杖2时，爵位都没了。这步摇甚是精美，送了2次帖子都没请动他，如今咱们反倒要来他的铺子排队。东家，三叔公亲笔信，除名声明已贴，沈赫被逐出正堂，首季还款下月初1交阁。信末还说，若有需保书之处，可去宗祠相商。他看中的不是我，是珍宝阁的分量，10年还清免息，这人情比银子值钱。回信客气些，但别应承任何事。是。说起来，3年前盘下这铺子时，袁东家急着出手，价钱低得不正常，是个带江南口音的中间人经手。袁东家姓什么？老朽不清楚。娘子，威远伯府第2封帖子提到有贵人对首饰感兴趣，问何时得空。回了，说铺子刚开业，等忙过这几日。这已经是第2封了，再推怕不给面子。他送1封我就去，那是我上赶着，他3请4邀我再去，谁求谁，分量不一样。陆大娘子，救命！我家少夫人被婆母锁在柴房里1天1夜了，求您说句话。你家少夫人犯了什么事？国公夫人说，少夫人那日在珍宝阁替您说了话，回府后还议论侯府丑事。替我说了话？我记得她当时是劝我认错。少夫人是迫于伯夫人他们都在场，不敢不跟着劝2句。可她私下跟奴婢说，她打心底里佩服大娘子，还说她自己嫁妆也被婆家占了大半，只是不敢声张。她娘家姓什么？姓许，少夫人闺名慧兰，许家获罪流放，在京无亲无故，婆母才敢这般欺辱。备车，去平国公府。
陆大夫人，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快请进。国公夫人不必客气，我今日登门为2件事。第1件，贵府去年在珍宝阁定首饰，欠8000两尾款，今日来结账。第2件，听闻许少夫人被锁柴房，她因替我说了几句公道话受罚，这就不只是家务事了。若这事儿传开，谁帮我陆明珠，回府就要被锁柴房，往后谁还敢跟我做生意？我家大娘子说了，国公夫人今日若不放人，贵府去年在珍宝阁赊的首饰账，明日就送到顺天府做呈堂郑重。8000两的欠条上盖的是国公爷的私印，夫人想清楚了。陆大娘子，你这是……我这人，谁帮我1分，我还他10分，连宗族除名我都敢要，得罪国公府不算什么。珍宝阁缺个女账房，会看账本吗？这许字上挑的笔锋，竟与那玉佩碎纸片上的陈字如此相似，莫非纸片上的字迹出自这女子之手？青雀，扶他上车，去请大夫。擦擦，到了别院，先洗个热水澡，大夫看看手腕伤。嫁妆官司的事，等你身子养好了再议。让开！本侯要见陆明珠，这铺子也有本侯一份。侯爷，是婚后产业。东家不在，请回。你这账做的比大掌柜还细，哪儿学的？我爹教的。他说女孩子会管账才不会被拿捏，可惜我还是被拿捏了。被人拿捏一时不可怕，一世才可怕。你现在坐在账房而不是柴房，已经不一样了。娘子，威远伯府第4封信。信中说不便明说的贵客频频打听珍宝阁，袁东家急着出手玉佩里的陈字，这绝非巧合。去回话，今晚有空。大娘子，伯夫人这般殷勤，会不会有诈？他等了4封信才请动我，是他求我。战队友先来后到，没诈。听说侯府前几日为了个被撵回去的丫鬟闹了一场，沈老夫人气得砸了东西。是我送回去的眼线，顺带附上了他3年月前单子交给三叔公。大娘子，实不相瞒，宫里来人打听珍宝阁，是贵妃娘娘身边的女官，娘娘想见你。娘娘娘家姓陈，在江南有产业。娘娘可说何时？后天4时。那就见见。青雀，派人去查，5年前沈赫来苏州提亲前，在什么地方落脚，见过什么人？是。大娘子，宫里的规矩多，您头回进宫，身边得有个熟悉规矩的人，要不我陪您。东家，按宫规备的见面礼、等级、用料都问过伯夫人的嬷嬷，绝对不出格。不必慌张，既然是贵妃请我，规矩便在我心中。民妇陆明珠叩见贵妃娘娘。起来吧，赐座。本宫早就听说过你，3年前珍宝阁进购的那套点翠头面，本宫至今还戴着，却不曾想东家竟是个如此年轻的女子，更不曾想还是江南陆家的人。娘娘知道陆家，本宫娘家在江南也有些产业。你父亲陆明远当年是江南商会会长，本宫娘家有笔生意，还是经你父亲的手促成的。娘娘所言极是，只是民妇出嫁多年，与娘家来往渐少。听闻你与永安侯和离，还将30万5千两欠款追讨了回来，一样不少。好，有胆色，本宫喜欢，眼光不错，切割手艺比宫里造办处的还精细几分。陆大娘子，本宫想在宫里设一个首饰坊，专供后宫妃嫔佩戴，你可有兴趣承接这皇商的资格？娘娘厚爱，感激不尽。只是珍宝阁刚重新开业，人手尚在整治，怕一时接不下。但民妇可修书一封，请江南娘家老作坊的师傅进京详谈。有意思。
旁人听了恨不得当场磕头，你却往外推，那就依你。不过你那珍宝阁每季出新款，先送来给本宫过目，本宫挑剩下的，你才许往外卖。民妇遵命。陆大娘子啊，宫里造办出1年的进项，少说20万两，你婉拒皇商资格，可真是错失泼天富贵。进了宫，规矩就是别人定，与其当个被挑挑拣拣的皇商，不如让贵妃自己来找我挑首饰，谁求谁，分量不一样。贵妃坦荡至极，这足以证明那玉佩里藏着的陈字，纯粹是沈家旁派在底下弄神弄鬼。既然宫廷御赏的活招牌到手，这通天的声势正是清断旧账的利刃。东家，凤凰泣血头上和白玉观音都追回来了，目前可动用现银已达20万两。单独划拨，留下10万两作为压舱石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娘子，苏州的暗查回线到了，是玉佩中那个沉寂银罩的底细。好一个亡父遗物！5年前沈鹤因赌债躲到苏州，根本不是借住在普通人家，那是住在哪里？他是借住在宗族旁支沈世昌的远房连田陈家。那件飞票残底是沈世昌利用侯府名义，通过江南沉寂银号暗中转移宗族宫中黑账的铁证。世昌叔，这笔8000两的走账要是捅到族里，我那点赌债您看着办。赌债我替你还。江南首富陆家有个女儿，嫁妆丰厚，你去把她娶过来，那窟窿自然填得上。他当年去苏州撞破了烂账，以此要挟沈世昌替他还赌债。沈世昌为了封口，怂恿他来骗我的嫁妆。原来那玉佩根本就是他私下账本残底藏起来，防备沈世昌反水的护身符。没有棋局，只有狼狈为奸。沈鹤连去提亲的路费都是沈世昌出的封口费，他们这是把主意打到了我的骨血上。很好，他们既然是一条藤上的蚂蚱，那就一并连根拔了。接下来不再是简单的还钱，我要的是彻底的碾压，让他们粉身碎骨。大娘子，状子我好了，32台嫁妆被婆家占去19台，每一件每一日全在这里。写的比宋诗还好。你爹教你管账的时候，大概没想到这账会用在公堂上。他若知道，大概会心疼，但绝不会拦我。大人明鉴，这许氏嫁入国公府时带来的嫁妆，按大约率便是夫家之物，她自己管不好，如今反倒来告婆家，这是忤逆不孝。大渊律第3卷第9款明文规定，女子陪嫁之物乃女子私产，夫家无权擅动，若有侵占，按律当如数奉还。昔日在珍宝阁，我当众背诵大渊律，那些侯府夫人也是这般震惊恐惧。原来律法不仅能自保，更能化作斩断枷锁的刀。庭国公府侵占许氏嫁妆一事，证据确凿，限10日之内如数归还。退堂。陆大娘子好手段，你是不是要把全京城的夫家都得罪光？国公夫人言重了，夫家若不曾侵占儿媳骨血，又何惧被告上公堂？大娘子，我赢了。你不是赢了官司，你是拿回了你自己的尊严。擦干眼泪，这京城后宅的天才刚开始变。东家，许账堂胜诉的消息传遍了京城茶楼。这几日，好几个被婆家占了嫁妆的年轻媳妇，偷偷派心腹丫鬟来打听许少夫人请的是哪家素师。告诉他们，没有素师，是自己写的状子，自己背的律法。想学怎么留嫁妆单子的，让他们来找珍宝阁的许丈夫。大娘子，您这是要……不是开善堂，是立规矩。他们来学备份嫁妆单子，就会成为珍宝阁最忠实的客人。我要让全京城的女人记住，珍宝阁的东家是唯一一个敢帮他们打嫁妆官司的人。娘子，京兆尹衙门那边传信，白若莲的案子定了下月初7开审，3位太医的脉案已递交，他撑不了多久了。需要的时候我会去，眼下不急。还有，侯府那边三叔公派人送了信来。三叔公说手记还款已备齐，还说沈鹤前日偷偷拿字画去当铺换钱赌博，被赌坊的打手追债，追到了侯府后门。
他已经把沈赫死死禁足在偏院了，他竟然还敢去赌！三叔公这是在给我表态，他压住那对母子，不过是为了保住沈家的生意，怕我翻脸催恼那30万两。告诉三叔公，每季按时还款就行。沈赫被锁了最好，手里没钱就不会再来珍宝阁门前发疯。活该他被关在偏院里发霉。其他的以后不必跟我汇报了，确认他还活着，能喘气把债还完就行。这些旧账总算快清了。东家，侯府首季还款3050两，分文不差。三叔公亲自送来的，还厚着脸背带了一盒顶级明前龙井。茶叶收下，钱入库房。下一季日试期，提前3天派人去侯府敲打他们。娘子，侯府偏院炸锅了！沈赫典当字画换了3两银子，去赌房输光，还倒欠5两。赌方打手堵了后门，三叔公出去赔了钱。那个贱人，要不是他反恐侯府，你至于去当字画，还被下三滥追打，娘一定撕了他！别说了，你别再提他了。老夫人得知侯爷受了伤，冲去砸了三叔公书房的端砚，骂他吃里扒外。现在三叔公把偏院的门用铁链死死锁上了。沈老夫人砸的是三叔公的书房，不是我的铺子。她知道砸我这儿，她赔不起。回信给三叔公，就说还款已收到。若是沈老夫人气出了好歹，需要请太医，珍宝阁可以大发慈悲，代为垫付诊金。毕竟他还欠着我30万两，债主关心债务人的死活也是应该的。许账房，我娘说嫁妆单子留在娘家就行，不用去顺天府备份。万一被婆家看到了，会说我防着他们，不信任他们。这位姑娘，你记住，备份单子不是不信任，是给自己留底气，这不是防人，是护己。大娘子，平国公府把19台嫁妆一件不少的还回来了，我想分出一部分银钱，在珍宝阁隔壁租一间小门面，开一间女子嫁妆咨询铺子。我不收钱，免费看，招牌就挂珍宝阁女子嫁妆解忧处，来咨询的人也能顺道来咱们这儿买首饰。爹，我想在裴家的铺子里开一间女子学堂，专门教姑娘们管账，免得受夫家欺负。你马上要嫁进侯府了，先管好自己的账再说吧。好，租金算珍宝阁的，铺子算你的，亏了算我，赚了算你。大娘子放心。东家，扩铺子后手周流水翻了3倍是好事，不过典当行商会那边有人私下议论，说咱们帮人追讨嫁妆，是在断全京城当铺的财路。让他们议论，等他们什么时候把陈情书递到顺天府了，我再去跟他们当堂对质。东家，这可是要跟全京城当铺宣战啊！哼。你母亲昨日在我书房里哭了半个时辰，说你连件像样的衣裳都没有了，这是族里给你置办行头的，不是让你去赌的。再让老夫知道你去赌坊，这偏院的门你永远别想出。哼！三叔公，我没有别的路了吗？你有过，5年之前你娶了江南首富的女儿，120排嫁妆风光抬进侯府，你有整整5年时间。哪怕你当初对她好一点，哪怕你只是不养那个青楼女子，你今天也不至于坐在这里穿别人的旧衣裳。陆明珠，都是你把我害成这样的！珍宝阁原东家的消息打听得如何了？东家，查清楚了，3年前他在苏州有一批丝绸被水淹了，亏空极大，急着筹钱填窟窿，才把珍宝阁低价出手，跟咱们没有任何过节。那就好，我还以为他与苏州陈家有什么牵连，看来不是棋局，纯粹是商业上的巧合。娘子，
白若莲的案子快落定了，金兆尹已当堂驳回了他的辩解，3位太医的联名卖案确凿无疑，赵有才连底裤都供出来了，判决大概还要1个月，不急，让他在牢里等着。他死撑着不认罪，不是因为有希望，是因为一旦认罪，他就什么都没了，连伪装受害者的皮都披不住。东家，典当行商会前天正式提了异议，他们放出话来，说嫁妆被婆家当掉，若是官府判令归还，那典当行的损失谁来赔？这不是欺负他们正当营生吗？正当营生，按大约率，收赃的典当行自行承担损失。把这话原封不动传给商会。珍宝阁不挡人财路，但前提是财路清白，收赃的当铺一个都跑不掉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沈赫被锁在偏院，每季按时还款，这就够了。那些烂人烂事，就该被永远关在笼子里。娘子，商会那边有大动作，典当行的几个掌柜昨夜秘密碰头，想在首饰货源和金银兑换上联合卡咱们珍宝阁的脖子，给咱们一个下马威。卡我的货源，他们怕是忘了我当年抬进侯府的那120台嫁妆里，单是压箱底的极品原石和赤金，就够珍宝阁打上3年的首饰。想抽我的底火，凭他们也配。青雀，去把西郊库坟开锁，直接用我嫁妆里的金装融了打首饰。是，这群不长眼的东西。娘子，要不要我顺道去给那几个带头的掌柜一点教训？不用，狗急跳墙，让他们跳，跳得越高，将来摔死的时候，顺天府的卷宗上才写得越好看。走，去隔壁铺子看看，今日开张，别让阿猫阿狗冲了许账房的喜气。许账房，这是我国公夫人送来的一对极品白玉镯子，是令尊当年的陪嫁之物。夫人说，从前多有冒犯，望您收下此物，既往不咎。既往不咎是庙里菩萨的事，许账房如今是我珍宝阁的人，国公府若觉得一副镯子就能买断滥用私刑的账，不妨我亲自带着赵顺天府问问府印大人的意思。陆大娘子息怒，小人这就滚。回去跟夫人说，陆大娘子这是在用珍宝阁的底蕴收服全京城受委屈女眷的心呢，这手段太硬了。我已出嫁20年，嫁妆早被夫家偷偷当得一干二净，当年的单子也没有备份。许账房，陆大东家还能追回来吗？大娘，20年太久了，大约率的追讨期限是10年，官府只怕不会立案。我就知道，全便宜了那群畜生。大冤率是10年不假，但只要他们当出去的是死当，当铺里的账册白纸黑字就是铁证。您好好想想，您夫家当年最常去的是哪家当铺？城东最大的汇通当铺，对，他们家的掌柜姓王。汇通当铺正是清雀密报里带头联络商会要卡珍宝阁脖子的死对头，这可是你们自己撞上来的。好极了，您女儿的嫁妆单子，珍宝阁替您分文不取的被当。至于您丢在汇通当铺的旧账，我陆明珠连本带利替您讨回来。许账房，你帮我看看，我那陪嫁庄子竟被我夫君偷偷签了死契，转卖给了他的远房亲戚，这可让我怎么活呀？这契书就是张废纸，大渊律法第4卷明文记着，凡涉女子陪嫁田产的过户，须有女方母家亲授的私印才作数。这上面只有你夫君的手印，你拿着咱们这儿留底的陪嫁单子回去告诉他，若不把庄子吐出来，明日这尾气就会出现在京兆尹的公堂上。陆大娘子，小的是城南杂货铺的，姓胡，受沈赫公子所托，特来传个话。沈公子说，当日在京兆尹衙门签和离书时，少按了一个宗族长辈的私印，若细究起来，这和离书便存着纰漏。公子念在夫妻一场，不想把事闹大，只求大娘子拿出5000两银子做个安体费。
否则马上就是重阳佳节，公子若去贵人云集之处闹上一闹，大娘子，您这脸面往哪儿搁呀？纰漏，京兆尹大人亲手盖的鲜红官印，他沈鹤敢说有纰漏，那是藐视朝廷命官。胡老板既然肯替他跑这个腿，想必也做好了跟他同罪的准备。这小人只是个传话的。回去告诉沈鹤，他当初借赌债的暗账还在我手里，他敢踏出偏院半步，我就把要债的追债坡体全引过自尾。滚！从苏州分号再调2个懂账簿的女伙计来，这门生意越红火，风声就越紧，让大掌柜多留几个心眼儿。是。写得很聪明，他们不提收赃，只说自己也是正当营生，但嫁妆是大约率明文保护的特殊财产，夫家无权处分。去查清楚这几家联名的当铺里有多少收过被侵占的嫁妆，把清单整理出来。东家，这一告可就把全京城的典当行都得罪了。不是得罪，是让他们知道收嫁妆的风险比收别的物件大得多，以后他们自己就会拒绝收当。夫家想侵占嫁妆拿去变现，路就断了。另外，放话出去，珍宝阁愿意替那些嫁妆被侵的女子出1半宿费。是。老天爷不开眼啊！这毒妇仗着几个臭钱，不仅逼得我家破人亡，如今还要断了全京城当铺的活路。他这是要让天下男人都没了活路。这等恶妇迟早要遭天谴啊！老夫人这般中气十足，看来偏院的伙食养人的很。你这毒妇！这位老夫人之所以如此痛心疾首，不是因为什么天下大义，而是因为她再也不能像从前那般偷拿着儿媳的嫁妆去当铺换银子，好填补她那好儿子流连花街酒巷的窟窿了。30万两的欠条还在我手里，三叔公若是知道你出来惹是生非，侯府连每天1顿的稀粥都不会再给你供，还不快走！东家，几家大当铺见咱们不退让，纷纷表态愿意配合归还，但有2家老字号态度强硬，声称要反告咱们恶意打压同行。那就让他们递诉师状纸，上了公堂，我就把大冤律第3卷当堂背一遍。大娘子，威远伯夫人派人送来的信，夫人在茶会说了一句话，传遍了各府女眷。陆大娘子连侯府都能搬空，还怕几家当铺的宿师？她不是帮我，她是帮她自己。她的嫁妆也在伯府里，以后她的嫁妆她给没人敢动。东家，那2家当铺悄悄撤回了反告的威胁。意料之中。男人的事你少管。那是我第一次核对嫁妆，看着那些被他拿去挥霍的物件，我就知道这段婚姻撑不了太久。大娘子，茶凉了，我给您换一杯。不用，这杯刚好。大娘子在看什么？在看接下来要去的地方。京城之外还有苏州，苏州之外还有江南。珍宝阁绝不会只留在这一条街上。大娘子走到哪里，解忧处就跟到哪里。出嫁前，父亲问过我，若在侯府过不下去怎么办？我说，我有脑子，有嫁妆，我不会让自己过不下去。如今我做到了。娘子，白若莲的判决下来了，流放3000里，即刻押解出京。赵有才杖40，徒3年，家产充公。他走的时候有人送吗？没有，沈鹤被禁足，沈老夫人自身难保，他是被衙役拖出去的。流放3000里，跟我写在和离书上的罪名一字无差，大妖律终究落在了他头上。大娘子，开张2个月，单子备份累计了120份。上个月有1/3的人都是听说了白若莲的案子，知道被当掉的嫁妆也能追回，才赶紧跑来的。白若莲也算做了件好事。东家，江南老太爷的信，苏州老作坊出货翻倍，老太爷问是否在京城开分号。娘子，侯府有变动，
说，老仆在里面待了半个时辰，出来时怀里死死抱着那个上了锁的旧匣子，直奔偏院去了。二大爷，那个管着沈家祖产半截入土的旁支老头，那个旧匣子里装的是什么？暗卫怕打草惊蛇，不敢靠得太近，奴婢还在查，但看那偷偷摸摸的阵仗，绝非善物。一个被褫夺爵位、死锁在偏院里只能穿旧衣的烂泥，竟然还能翻出风浪。那个旧匣子里究竟藏着什么能让他绝地翻盘的底牌？娘子，查清楚了，那旧匣子里装的是5年前沈老夫人向陆家借3000两银子赌债的账目。当年陆老爷看在亲家面上，连借条都没让写。那沈赫拿这个做什么？旁支的二太爷一直想从三叔公手里分权，沈赫主动递上这份所谓的把柄，他自然会借机针对我们。但沈赫忘了一件事，当年这笔钱虽然没借条，但我陆家账房里每一笔支出都有铁打的留底。立刻派最快的快马去苏州，把我爹手里的5年前总账本取来，要快。是，属下亲自安排。沈赫想在宗祠里唱大戏，我就给他搭戏台。不过这一次，谁输谁赢，尚且未知。娘子，沈老夫人今天一早趁三叔公不在，也出了偏院，她直接去了二大爷府上，到现在都没出来。好啊，被压制了2个月，终于找到了不怕我这30万两欠条的新靠山。二太爷想借沈赫打压三叔公，吞我的铺子，他们以为我还是那个在侯府里任人拿捏的软柿子。青雀，多派2个人盯着二太爷府，这群人执意要在宗藏兴事，无端生非，我便顺势成全。此番较量，我定要让他们为自己的私心算计，付出应有的代价。各位长辈都看看，这就是5年前陆家贿赂侯府的证据。3000两银子买个侯门正妻的位置，这婚事就是个骗局，骗婚在前，合理就不算数。如此说来，陆氏行径确实恶劣。若陆家以财诱婚在先，那这和离确实有待商榷。族中的意思是，陆氏需退还侯府当年陪嫁之外的一切财物，并将珍宝阁交由沈家暂管。二太爷说的一切财物，包括这3000两吗？这是陆家5年前的支出总账，5年前7月初9支出3000两，备注写得清清楚楚，借款侯府沈老夫人，用于偿还赌债。下面盖着陆家总账大印。沈赫提亲在9月，借款在7月。二太爷的逻辑是，我陆家提前2个月去贿赂一件还没发生的事。这是沈赫签字画押的认罪书，宠妾灭妻，纵容敲诈。这是侯府30万两的欠条。二大爷刚说和离有待商榷，大约率的强制和离，什么时候需要沈氏足同意了？若二大爷觉得这3份铁证不够清楚，我现在就去请顺天府尹和京兆尹一起来祠堂，给您老好好普步法，看看到底是大冤律大，还是你沈家的族规大。沈门陆氏以财诱婚，和离后侵吞夫产，横征暴敛，求大老爷做主啊！陆大娘子，沈老夫人托素师状告你4条罪状，你可有何话说？哼，大娘子，5年前的旧账，你怕是编不明白了吧？民府有3份公文，请大人明断。第一份，5年前陆家账册，7月初9支银3000两，备注永安侯府沈老夫人，上款期在9月。陆家如何提前2个月去贿赂一件还没发生的事？大人，这分明是他强词夺理。第二份，沈赫在京兆历审衙门的画押认罪书，宠妾灭妻，纵容外室敲诈，强制和离，官印齐全。大人，这叫侵吞夫产吗？大人，即便如此，他侵占宫中其余物。第三份，侯府3年挂蛋单，总计30万5千两。全是沈家母子在珍宝阁的挥霍，至今未付1个铜板。地契在顺天府早有备案，至于不孝，民妇已与沈赫和离。大妖律中，前儿媳对前婆母没有孝道，大胆刁奴，条条皆为诬告。本官念沈老夫人年事已高，不予追究。至于你这等挑唆诬陷的恶奴，来人！
掌嘴20，轰出府衙。大娘子饶命，饶命啊！回来了没有？那恶妇是不是被大老爷拿下了？老夫人，全败了，全败了呀！什么全败了？那和离叔，陆氏拿出了5年前您借银子的账本，大人判咱们是诬告，把小人打了20大板，还说再闹连侯府一起拿办啊！老夫人，老夫人，你撑住啊！母亲，母亲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儿子！太医呢？快去请太医啊！世子爷，偏院账上连买米的银钱都没了，拿什么请太医？更何况如今咱们背着诬告的名声，京城医馆躲都来不及呀！母亲别说了，儿子在呢。喝钱药。我没钱，我连一碗热粥都端不来。母亲，我到底该怎么救你？顺天府城给老夫递了话，念在沈老夫人年事已高，这次侯府宗族一起问责。是，多谢三叔公周旋。你母亲如今动弹不得，汤药和米面族里会按月送来些，你最好安分守己，好生伺候。儿子明白，绝不再给族里添乱。哼，沈赫，你母亲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陆明珠，你也是。三叔公，别说了。如今他躺在床上成了废人，你守在窗前成了废人。可你们母子2个到了这步田地，谁也不肯承认自己当年有多愚蠢。明珠，如果当初我对你好一点，我们是不是就不会落到这步田地了？陆大娘子，老夫今日来，其一是替沈老夫人告状的事赔个不是，其二，侯府开销吃紧，那30万两欠款能否减免部分利息？三叔公，我敬您是长辈，今天就把话挑明。第1份侯府挂账明细，第2份沈赫5年前的3000两借条，第3份沈老夫人在顺天府诬告我的案底。陆氏，你休要得寸进尺，族里已经对你百般忍染了。想免利息，先把这3笔账结清，结清了咱们再谈减免。你这妇人休要猖狂！你当真以为沈氏宗族怕了你不成？不过是个离了夫家的商务之女，谁给你的胆子在长辈面前叫嚣？商贾之女怎么了？二大爷若是不服大冤理，大可以去顺天府把沈家这30万两的无息借据给废了。你看看官府抓的是我陆明珠，还是你沈世昌？你这个疯妇！我不认什么宗族，我只认大冤律和欠条。够了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走。大娘子，那位白胡子族老，他看咱们铺子的眼神像是要吃人，刚才要不是三叔公拦着，他怕是要在大堂闹起来。他叫沈世昌，二套爷那支的，管着沈家在京城的2间茶叶铺。难怪我以前听说过他在商会里一向贪婪霸道，手段极不干净。三叔公压得住侯府，但压不住旁支，他们不欠我钱，所以不怕我。那咱们不得不防。无妨，他们若是敢把脏手伸到珍宝阁来，我就有本事让他们好看。大娘子，苏州老作坊刚收到京城商号接连3封退单，理由全都是银钱周转不开，暂缓进货，这分明是商量好了的。沈世昌的茶叶铺赫然在列，他退的不是陆家的货，他退的是我的底气。他想用退单逼我退让，让我分心。年关将至，若是由着他们联手打压，只怕苏州其他作坊也会见风使舵。咱们是不是先找商会周旋一二？周旋？他沈世昌以为我还是5年前那个凡事顾全大局的受气媳妇。他既然执意暗中发难，步步紧逼，就该料到我绝不会坐以待毙，任人拿捏。东家查清楚了，沈世昌的茶叶铺3年来从咱们珍宝阁赊了8000两首饰，挂的是宗族的账，最近2季一个大子都没结。2季没结，按借据上的条款，逾期不还利息翻倍。给沈世昌送信，逾期2季，利息12000两，限他3日内结清。东家，沈世昌为人出了名的无赖，要是他赖账死撑不给呢？不给钱，
我就把这张欠条和侯府30万两的借据并排贴在4大城门的告示栏上，让全京城的人看看他沈家多有脸面，看看他沈世昌是怎么把宗族拉下水的。顺便钞票1份给三叔公。东家的意思是让三叔公去治他，让三叔公明白，旁支的人敢咬我，我就狠狠咬回去。而且这笔烂账全算在他沈氏宗族头上。三叔公为了那30万两免息借款不泡汤，自然会亲自去掀了沈世昌的茶叶铺。东家高明，以夷制夷，属下这就去办。大娘子行事果决，谋略有度。沈世昌老谋深算，惯于算计，此番蓄意发难，怕是万没想到，终究是踢到了硬茬，讨不到半点便宜。陆大娘子，我父亲让我带句话：沈氏宗族在京城经营3代，从未被这样逼过债。您这次赢了，但您不会每次都赢。告诉你夫君，他退陆家3单货不过2000两，我追他8000两的债，他倒赔12000。下次想好亏不亏得起，再来招惹我。你未免太过咄咄逼人，咱们走着瞧。东家，沈世昌那老东西开始下阴招了。他的茶叶铺在商会放话，说咱们珍宝阁店大欺客，扬言让京城所有的茶叶铺都不跟陆家作坊合作了。欠钱的人说债主欺负他，笑话。京城的商贾长了眼睛，谁会信他的鬼话？可由着他这么闹，虽伤不到根本，却也恶心人。他既然提到陆家作坊，那咱们就陪他玩个大的。立刻给苏州去信，让我父亲把今年冬季的新款首饰1分不留，优先送去威远伯府和平国公府。大娘子高明，她想用市井商会压咱们，大娘子却直接走通了高门大户的路子。沈世昌这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东家这招借助打力真是绝了，属下这边去写信，让江南那边连夜赶制新款。只是大娘子，沈世昌此番赔付12000两巨款，茶叶铺资金定然周转全久，他接连受挫，处处被动，被逼至窘境，恐会铤而走险，滋生事端。他在京城动不了官府，在商会又落了下风，若想翻盘，必然要寻一处能制衡我、拿捏我的把柄。纵观整个京城，最记恨我，一心想将我扳倒的，唯有偏院那位被禁许久、心神疯狂的旧人，再无旁人。娘子，昨夜偏院有动静，沈赫趁着风雪交加，避开三叔公的眼线，悄悄摸进了沈世昌的府邸。沈世昌的茶叶铺前阵子赔了12000两，正愁银钱周转不灵。沈赫一个身无长物的人，拿什么去敲他的门？奴婢暗中打通了沈府一位值守婆子，听闻沈赫昨夜在沈世昌书房中泛黄残纸，隐约听见2人提及江南陈家暗账等字眼。江南陈家，飞票残底。沈赫当年去苏州躲债，撞破了世昌陈家得来了钟家银两的勾当，如今他走投无路，竟将这把柄当成了。东家是说，他们要联手？沈赫想借沈世昌与江南陈家的渊源，从源头截断珍宝阁的金银原料供应。沈世昌觊觎珍宝阁的产业根基，想借此机会吞并铺面，填补自身生意的亏空。2人各有所图，已然达成同盟。大娘子，年关将至，正是首饰铺最要紧的关头。若金银料断了，咱们可怎么给贵妇们交货？属下立刻去联络京城其他的料商，看看能不能先倒腾一批赤金过来应急。不必，陈家在江南垄断了80%金银料的矿门，只要沈世昌发了话，京城的小料商没人敢在这个关头卖给咱们。那咱们就只能干坐着等他们发难。不仅是料子，沈世昌知道光靠断料逼不残我，要想让我彻底翻不了身死，他必定会从内部挖墙脚。娘子是说咱们铺子里有内鬼？传令下去，盯紧铺子里的几位雕金大将，尤其是管着春季心头面图纸的那几个人。属下这便亲自去守着作坊，绝不让外人接近半步。暴风雨要来了，该放的风声放出去，该露的破绽露出来，我倒要看看这几个跳梁小丑能翻出多大浪花。东家，大祸临头了！作坊里最要紧的3位雕金大将，今日一早全没来上工。属下派人去他们家里寻，邻居说是连夜举家搬走了，连带着春季心头面的全套图纸，全都不翼而飞了。那可是咱们熬了3个月才画出来的命根子，没有图纸和工匠，年节的货拿什么交？东家，江南送金银料的商队刚来急报，陈家突然反悔，把原本订好运往京城的3车赤金和银锭在渡口全数扣下了，说是往后1两料子都不卖给咱们。内贼盗图，外贼断料，
沈世昌和沈赫这是要活活掐死咱们啊！慌什么？天还没塌呢。图纸没了可以重画，料子断了，先用库房原有的存项顶上。只要库房还在，珍宝阁就倒不了。顺天府办案，珍宝斋克扣匠人工钱，以劣等鎏金冒充赤金，府尹有令查封库房。血口喷人！咱们珍宝斋向来给的是京城最高工钱，用的全是俗世，你们凭什么封库？凭什么？凭顺天府的唐玉，哪个敢阻拦，一并拿办。陆大娘子，封条已贴，官司未了结之前，若敢私自动用库房，便等同于劫狱大罪，自个儿掂量着办吧。走。料子没了，工匠跑了，如今连唯一的库房也动不得。大娘子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你们东家呢？让他出来！这账今天不结清楚，我们就不走。大娘子，楼下那几家大主顾拿着定金册子，吵嚷着要咱们给双倍的巨额赔银。若库房再打不开，光是这些赔银就能把咱们铺底的本钱通一半啊！让他们吵，该赔的银子我陆明珠一分不会少，但珍宝阁绝不会倒。可咱们连年节的赤金头面都交不出，行里好几个见风使舵的商后正暗中煽风点火，扬言咱们陆家气数已闻。陆明珠，你也有今天。你先前和离时不是很威风吗？侯府的门槛你嫌脏，如今铺子被官府贴上封条的滋味，当真好受。陆氏，强龙不压地头蛇，你一个妇道人家，终究斗不过百年宗族的底蕴。听老夫一句劝，低个头，这首饰买卖还能继续做下去。顺天府克扣工钱和以次充好的罪名可大可小，只要你今日肯低头，交出珍宝阁一半的红器，再随我回偏院去给我中风的母亲磕头认错，二老爷自会你疏通顺天府。二大爷莫不是活得太久，脑子老糊涂了？交出一半红器，随他回偏院磕头认错？放肆！你这顶撞长辈的无知妇人！我纵使倾尽珍宝阁所有资产，全数封存闲置，也绝不会让你们这群一味算计宗族、谋夺私利之人占到半分便宜，攫取半厘钱财。你不识好歹！来人，将二位请出账房。好。想断我的生路，那就休怪我无情了。慧兰，拿着我的名帖，即刻去见威远伯夫人和平国公夫人，告诉他们库房被封，各府女眷定做的100年节头线全数被扣。顺天府敢封我珍宝阁，就是扫了全京城诰命夫人们过年的颜面。我明白了，府尹得罪得起商贾，却绝对得罪不处半个朝堂的后宅。大娘子，我这就去。即刻遣最快一马赶赴江南，传信家父，让他调取10万两文银，联络江南全境漕运帮会，打通水陆关节。10万两现银，动用曹帮。传讯曹帮，但凡江南陈家发往京城的所有货品，谁若擅自承运陈家货物，便是与我江南陆家彻底对立。我要彻底遏制陈家的水陆商路，断其依仗，扼其命脉。属下即刻办妥，以陆家底蕴制衡对方商路，断其根基，看陈家还能支撑几时。大娘子，成了！威远伯夫人联合10几位高门鬼妇，直接乘着告明大轿，把顺天府的衙门口围得水泄不通。府尹怎么说？府尹大人连滚带爬的出来赔罪，吓得当场签了解封文书，还把那天查骚库魁的差役头领当街扇了20巴掌，痛骂了一顿。东家，江南陈家彻底塌了，几十艘满载年货的商船被曹帮钉在江面上，动弹不得，每天赔进去的银子成了一座山。陈家家主可曾认栽？他查出是咱们陆家动的手，吓得魂飞魄散，
不仅连夜把扣下的3车赤金全数送回，还亲自把这份管账洗钱的致命册子用800里加急送到了您的案头。这上面全是沈世昌违规谋私的铁证。有了这个，沈家的天就该翻了。大掌柜，叫上护工，该我们去收网了。二太爷，陈家那边至今没有回信，连商船也没按时入境，这事情怕是不对劲儿。慌什么？有顺天府的封帖压着，陆明珠现在自顾不暇，绝不可能翻出。放肆！陆氏，你竟敢擅闯沈氏祠堂！二太爷不是一直想看证据吗？这上面清清楚楚地记着这5年来沈世康如何伙同江南陈家，借走账洗钱的名义，掏空了沈氏宗族的宫中库房，整整6万两白银，全进了他沈世昌的私囊。这也怕是陈记银号的死账。这笔银子2个月前就该入宫中，怎么全进了二房的私账？二太爷，各位叔伯，你们别听这妇人胡说八道，这是诬陷，她伪造账本陷害我。江南陈家为了保住自己的几十艘年货商船，连夜把这本底账送到了我手里。孙掌柜、陈家主亲笔签字画押，是不是诬陷？二太太审一眼便找。至于你的好侄儿沈鹤，为了还清他的赌债，5年前就撞破了这笔赃账。他用飞票残底做要挟，逼着沈世昌拿宫中的钱替他填窟窿。陆明珠，你闭嘴！你们叔侄2人沆瀣一气，吃着宗族的肉，喝着宗族的血。如今事情败露，居然还想拿宗族的脸面来替你们挡刀！逆子，畜生啊！二太爷，侵吞6万两宫中，按大约率是要全族连赃抄家的呀！来人！沈世康贪墨宫中，沈勾结外人毁坏家风，即日起开祠堂，将这2个败妹双双逐出沈氏宗族，死后不得入祖坟，徒仆直接除名。逐出宗族，我不是废人，我还是侯爷。身为宗族子弟，暗自损毁宗族基业，勾结外人，沈氏宗族容不下你，滚！哪里来的臭要饭的？滚滚滚！还敢往里硬闯？放肆！你睁大眼好好看清楚，这宅子是本侯置办的。本侯呢？全京城谁不知道你沈鹤被革了爵位，还被沈氏族谱除名了？再不滚，送你去见官！娘子，大快人心！那沈鹤刚在城南外宅被房东拿着扫帚打了出来，如今身上没得半个子儿，只能缩在西头的破庙里啃没边头呢。知道了，他落到今日这个地步，纯属咎由自取。只是可怜了偏院那位中风的老夫人，对不相干的人不必叹息。慧兰，把这几张百鸟朝凤的图纸拿去给大将们过目。前阵子年节的头面耽误了几天，开张时必须用这批新货把场子镇住。大娘子放心，只要料子足，作坊的师傅们日夜赶工，也绝不会耽误了正月初8的开张。二太爷发话了，大房沈鹤贪墨宫中，勾结外人，即日起彻底逐出宗族，死后不得入祖坟。老夫人，您这是做什么呀？您不能动啊！见何不？我要见二太爷，见二太爷！我的宅子，我的侯府啊！你们凭什么收我的祖宅？老夫人，世子爷被除名了，二太爷发了狠，要发卖祖宅来填补宫中的亏账啊！咱们被扫地出门了。我不走，去城东找陆氏。陆明珠手里有82家铺子，他得养我。娘子，
沈老夫人瘫坐在木板车上，守在咱们别院门外，天哭不止。老奴跪地不停恳请，说是只要您肯赏口饭吃，老夫人愿意给您磕头赔罪。赔罪？5年前他抢我对牌逼我认错时，可曾想过赔罪？他如今哭的不是对不住我，他哭的是自己没了容身的宅子，没了挥霍的银钱。切，可不是嘛！听说那块侯府牌匾被砸烂时，他叫的比谁都大心。这般假意悲戚，不必理会。你去回话，我与沈家早在公堂上就断得一干二净。那座宅子是被宗族收回去的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要哭去沈氏祠堂门口哭，别扰我院内清静。清雀姑娘，求大娘子发发慈悲吧，老夫人快冻死了。不必徒劳恳求，我家大娘子有言，因果循环各有归处。那宅子是沈氏宗族收的，二位若有委屈，自去沈氏祠堂申诉，切莫在此惊扰陆家，徒增困扰。你也敢轻视于我？见老身落魄了就敢顶嘴了？老夫人，老夫人，快来人呐！救命啊！大娘子，前阵子连百年宗族和江南陈家联手都没能撼动你这间铺子分毫，这等手腕当真是让咱们大开眼界，可不是吗？如今这京城里，谁不知道珍宝阁的最是响亮？咱们这些常客走出去，都觉得脸上有光。这不早阁也难今日的造化，往后2位府上的4季头面，珍宝阁全包了。陆东家，小人有眼无珠，前阵子受了沈世昌的蒙蔽，竟然连夜退了定金单子，小的该死。这双倍的定金赔礼，求大娘子大人大量，千万要收下。大娘子，以前的买卖您看能不能……钱老板不必如此，生意场上来去自由，趋利避害本就是人之常情。这银票我收了，以前的事便一笔勾销。多谢大娘子宽宏大量，多谢东家。但丑话说在前面，今后你想再从我珍宝阁拿货，规矩得按我的来，概不赊窃款。是，全听大娘子的规矩，小人绝不敢再有半分逾矩。大娘子，如今京城的盘子已经稳如泰山了。京城是稳了，但陆家的女儿绝不会只留在这京城的一条街上。大娘子的意思是，2月江南草场迎飞，慧兰收拾行囊，是时候往外走，剑指江南。陆东家，这批金线在江南可是头一份，不过这价钱嘛，自然要按咱们本地的行上，比京城高上2成。孙掌柜管这叫头一份，金中掺了3成的黄铜，外头裹的这一层鎏金也是虚浮不实。大娘子，话可不能乱说，这可是老作坊。拿这番掺假的次等物料议价，莫不是以为我久居商日，不识物料优良？这行里一向是这个规矩。想赚珍宝阁的银子，就收起那些坑蒙拐骗的花肠子，拿得出足切，再来谈价。青雀送客。这和田玉成色虽好，但雕工略显刚硬，失了咱们江南的柔美，终究是有些粗糙了。先生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请看，这簪头并非死器，而是做成了活扣。这里头竟然还有机括。江南多雨，玉石一风水寺，这活扣设计便是为了方便各府贵妇随时取下擦拭保养。外求刚硬以固其形，内求机巧以护其神，这便是珍宝阁的规矩。陆大商家心思之巧，技艺之精，老朽叹服。这江南首饰行的头把交椅，怕是要易主了。娘子，陈家和沈家旁支在江南的几处旧产业，今早有大动静了。来得正好，那就顺手一并清算了吧。陆大娘子，哦不，陆会长，这首饰行会掌舵人的位置空悬已久，今后咱们京城行会可全仰仗大娘子做主了。承蒙诸位抬爱，今日我做了这个位子，往后便不会再讲什么论资结辈的虚礼。那是自然，商场之上达者为先，大娘子的手腕咱们都是服气的。好，那今日我就立下铁律，今后这京城首饰行的规矩
就是我珍宝阁的规矩。您请说，大家伙洗耳恭听。第一，行会内部不卖假料，以次充好者全行通报。第二，各家不收黑账，更不许跟贪墨之徒私相授。守得住这规矩的，大家有钱同赚；守不住的，那就别怪陆某绝不留情，联手顺天府砸了他的饭碗。是，全听陆会长的。娘子，偏院那边刚传来的消息，沈老夫人吊着最后一口气，哭喊着非要见你一面，说是手里有关于陆家老太爷当年的秘密。他到如今地步，还想借一桩陈年旧事为自己博取一线生机。那咱们去还是不去？去，我便让他亲眼看清沈家已然彻底败落，深陷泥潭，而我亲手开创的商日版图才刚刚扬帆起航，蒸蒸日上。大娘子，尝尝这幽州刚运来的雪菊，最是清新去火。陆会长，我国公府下半年的生丝采媚，全指望陆家抬手关照了。那价格上看在老交情的份上，两位夫人言重了。买卖有买卖的规矩，只要银钱干净，陆家自然开门迎客，价格也绝不会亏了老主。走吧，小姐，这就回府吗？不，去珍宝阁。这么晚了还去铺子里？苏州分号刚送来加急的公文，明年春季的头面款式还要定夺，明日一早还要南下看新铺子，耽误不得。沈家已经是过去的事了，而我的路才刚刚开始。这是你的托奴籍文书，苏州城东的新铺子下个月开张，往后你便不是陆家的丫鬟，而是珍宝阁在江南的大老板。娘子，奴婢不接，奴婢要一庙一辈子跟着娘子，替娘子当外间的匕首，挡明枪暗弹。青雀，大娘子这是疼你，全京城多少奴婢做梦都求不来一张自由身，你怎的还往外推？慧兰姐，你别劝我，离了娘子，我要这自由身有什么用？起来，从今往后你只跪天地，不跪任何人。当年我被困在侯府，以为出嫁从夫是天命，如今我跳出泥潭，有了这通天的买卖，我不把你拴在身边，是要给你选择的自由。娘子，往后你我不是主仆，是搭档。江南的江山，你替我守不守？守。青雀定不负大娘子栽培，往后在江南，谁敢动珍宝阁的买卖，青雀第一个不同意。东家，天大的喜事！宫里贵妃娘娘送来了内廷的定金册子，3万两特供订单，全数指明交珍宝阁。天哪，内廷特供，这可是皇上才能拿到的差事。不光是订单，传旨的公公还传了话，请大娘子即刻择日进宫，教各宫齐妃如何给自个儿的嫁妆留底呢。知道了，大掌柜，去把这笔定金记入公账。是，那进宫一事该如何回话？应下，告诉长氏姑姑，珍宝阁定不负使命。彻底没有了后宅的勾心斗角，没有了吸血的夫家，这日子真是说不出的畅快。娘子，您看，过了这道江湾，前面就是江南最大的码头了，咱们的新铺子就在那里。金陵、扬州还有苏州的3家分号，如今全指望着大娘子过去剪彩开张呢。曾经我以为女子的归宿只能是夫家，以为顾全大局便能换来一生安稳，如今方知女子的归宿从来不在别人那里。这天地如此之大，只有握在自己手里的财富和江山，
才是真正的靠山。大娘子说的是，这大好香山，何该有咱们女子的一席之地？跟着娘子，咱们把买卖做到天涯海角去。此去江南，山高水长，而我陆明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